Hello， 大家好，我是薇薇。今天的话题是最近特别火的一部日剧，叫到了30岁还是处男的话，可能会变成魔法师。这是一部耽美漫画改编剧，讲的是从来没有处过对象的上班族安达，在度过了平凡无奇的30年之后，突然拥有了神奇的读心术。魔法使いになっちまうんだぞ。遅い。腹痛い。あいつクビになんねえかな。会社行きたくなる。结果发现，原来公司里人气最高的帅哥金牌销售黑泽一直暗恋他，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然后展开的一系列感人又沙雕的故事。我之前很少看剧啊，但这部剧真的是让我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啊，牵肠挂肚的等着下一集，等完结之后也是意犹未尽好久。而且它虽然是深夜档，但是在全球都引起了一种追剧热潮。很奇怪的是啊，就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这个兄弟姐妹，可能原来我们都没有日常追剧的习惯，而且也没有特别关注同性这个题材，但是都一样的一发不可收拾，无法自拔。他们都说了同一句话，就是感谢这部剧温暖了我们2020的这个冬天。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部剧这么火，它可以触动人心的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这段关系中，我们被看到了。每一个人在一段关系中都渴望被对方看见，看见真正的我，而不是社会评价体系下的那个我。比如我多少岁，我长上打几分，我有多少钱，我没有房有没有车，或者是对方设想中的我比如说我应该再开朗一点，我应该再圆滑一点，我应该再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想要被看见这一点，不管是平凡无奇的安达，还是人生赢家的黑泽，其实都是一样的。别人看到黑泽就会想说啊，他长得好帅啊，就是占便宜，或者是说啊，他天生就有才能。但是安达可以透过黑泽完美而全能的外表，看到他超出常人的那份努力，理解他那份想要对得起他人期待的焦虑，也能完全接纳他的失败和狼狈。十分すごいよ。いや、黒沢っていつも完璧ってイメージだからさ。弱ってるところを見るの新鮮で、なんかいいな。初めて心に触れられた気がした。反过来呢，别人看安达，在社会评价体系下，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宅男、社恐，不会来事儿。但是黑泽没有以外在成就来评判他，而是看到他独有的内在价值以及温柔的内心。一歩後ろに引いてて、朝も人にエレベーター譲ったり、先輩の仕事を押し付けられても嫌な顔しないで、本当はめっちゃ優しくていいやつで、それに仕事は丁寧にきちっとこなす。俺のことこんなに見ててくれるやつがい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やば、ちょっと泣きそう。さあ帰るか。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黑泽和安达都满足了彼此想要被看见的这份渴望。黑泽并不是一个拯救者的视角，这个故事也不是关于一个男神从天而降拯救了平平无奇的主角，把他从灰姑娘变成了王后，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互相告诉对方，你是值得被爱的，哪怕那个人并不是我。撇开一切外在条件，你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我看见了你的价值，你的存在本身对我就是无价之宝。第二个原因就是爱是忍耐和克制，尊重和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市面上的言情剧和耽美剧设置都是通常男方都比较强势，霸道总裁的故事经久不衰。从这些故事里面，让人觉得好像男性表达爱情的方式都是进攻和征服，或者套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那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各自征服各自的，然后一统江湖呢？为什么爱情不能是一个平等的过程呢？30岁魔法师这部剧就给我们展示了爱情的另一种可能，无关于拯救或者被拯救，征服或者被征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情是克制，是想触碰又缩回手，因为我希望你能做出不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所以剧情发展到后面，黑泽因为房子被姐姐占了，借住在安达家，两个人关系迅速升温。黑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控制不去越界的时候，他并没有趁机去揩油、搞暧昧，打着室友的幌子来采取一些酱酱酿酿的行为来勾引安达。相反的，他决定马上搬出去，并且进行了自杀式的告白。もう止めてもらわなくて大丈夫。お前のこと好きなんだ。虽然暧昧很美，虽然和喜欢的人朝夕相处是难以抵抗的诱惑，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爱情。你有权知道我对你的感受，你也有权在不受任何外力影响下独立做出决定，要不要回应这份感情。这是黑泽对安达的珍视，也是他对自己感情的珍视。第三个原因，爱是自己的课题，对方是否接受是对方的课题。这部剧里我最感动的片段就是同事玩国王游戏，起哄让黑泽去亲吻安达，但是黑泽看到安达紧张和抵触的表情，就把接吻改成了亲吻额头，并且在心里默默地说：喜欢上你，对不起。ごめん。でももうこういうの終わりね。あ、ごめんな。好きになって。为什么黑泽会觉得抱歉？因为他知道喜欢安达是自己的事，但他想亲近安达的小心机和行为却给对方带来了困扰。这种对于安达的个人意愿的体贴让我特别的感动。联想起在一些社会事件里面，或者是网络言论里，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感情强加到对方头上，如果对方不回应的话，就会去辱骂对方，甚至是伤害对方。这其实是一种自恋，它在本质上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打动安达的也是黑泽这一份恪守距离的尊重和保护。所以这部剧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特别的成熟。我喜欢你，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喜欢到什么时候，这是我的课题。你选择如何回应，这是你的课题，我必须尊重。而只有抱有这样的想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一段平等的人际关系，不会说因为我喜欢你，我就低你一等，或者说你就亏欠我什么。自始至终，我们都是两个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独立的个体。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黑泽和安达把彼此放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能够坚持各自应有的主张。在11集里面，当安达对这段感情表现出犹疑的时候，黑泽完全尊重了他的感受和选择，同意分手。尽管心里非常痛苦，他也没有去干涉对方的课题，而是理解并且尊重了安达的自由边界。足立が苦しくない選択をしてほしい。足立には笑っててほしい。俺たちもうここでやめておこうか。第4个原因呢，就是好的爱情让人成长。很多日剧的核心都是成长，一个普通人通过一系列的经历收获了更好的自己。那这部剧也不例外。对于安达来说，通过这份感情，他学会了欣赏自己，欣赏周围的世界，走出舒适圈去追求另一种可能。而对黑泽来说呢，他学会了信任。他之前所有的完美表象都是建立在一种对他人的不信任之上，因为觉得如果别人看见了他的真实内在，就会离他而去，所以总是全力以赴打造一个无可挑剔的形象。那这两个人当中，比起安达，黑泽其实更难以建立一段真诚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部剧更深一层的感悟就是，改变了想法，你就改变了世界。在读取他人心事这个能力之后呢，其实安达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因为可以看到别人的真实想法，那安达才发现原来自己很多之前的解读和揣测都是不真实或者片面的，他错过了生活中很多的善意。在这部剧开始的时候，安达的世界是平淡、乏味和孤独的，
但到了最后，他的世界是精彩的，是温暖的，是被爱的。黒沢が好きだ。俺の気持ち。俺は。所以，我想，真正的魔法可能就是，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那这个世界就会改变，而这个魔法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部剧还有一个非常加分的部分，就是它传达出一个理念：喜欢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可以驱动我们的荷尔蒙，对生活燃起热情，认真的去过每一天。所以，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感谢的事情。不管最后能不能两情相悦，不管最后能不能占有对方，我们已经从中获得了很多满足感和幸福感。这部剧也激发了观众心中最美好的一面。很多人不管是什么年龄段，是什么性取向，是学生、上班族还是主妇，都被剧里描绘的美好爱情触动了心弦。豆瓣小组有个话题是，这部剧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最高赞就是这部剧让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创作团队，他们并不只是说了一个故事，他们展现了爱情最美好的一种可能性。我想很多人并不是单纯为了暗恋7年梗，或者是灰姑娘和男神的故事才如此喜欢这部剧，而是被它里面描绘的温柔和平等打动了内心。它把我们心中模糊的关于理想爱情的概念具象化了。好的爱情让人想要成长，想要珍惜自己，想要感恩生活。最后再次感谢创作团队和演员们为这个冬天带来一抹亮色，用温柔来包裹住这一年很多人焦躁不安的心灵。如果有类似的好剧，也希望大家安利给我。好了，今天内容就到此结束，希望大家喜欢，也欢迎大家的一键3连，我们下次再见。